大家好。好，在能源决定国家竞争力的现在，光是在冷却冷藏，我们就已经用了17% 的电力。那既有这些过时的技术本身，它不但耗电，而且它有结霜的问题，所以你必须要除霜、停机等等的。再加上它的温度不稳定，所以以及干燥，它没有办法保鲜，这已经造成巨大的一个损耗，不仅在台湾。那我们是 Cool Innovation，我们提供更清洁、更环保以及更节能的一个新的冷藏技术。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？简单说一下。就在这个部分呢，它其实是在这里，一般的空调会在制作出新的冷的空气，但是呢，如果温度过低，它会造成结霜的问题。但在 Cool Innovation，我们的制冷的对象不是空气，而是水，所以我们没有结霜问题，而且光这一点呢，我就可以节省20% 的电力。那具体怎么进行冷却呢？我们把这些冷水转换成湿度可控-25到15度的冷空气，就像这样子。然后透过呢这个特殊的天花板，慢慢的把这些空气往下降。因为它是气体，它不是水雾，所以即便像纸箱放了1年，它还是可以保持干燥。最后在空气循环的过程当中，这些杂质、灰尘等等的会被困在我们的水箱里面，所以呢，它会越来越干净。这是第三方进行的一个1周左右的一个实验结果。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落菌量是0。以节能部分来说的话，我们跟美国的商家叫做 Thermo King 进行的比较，我们只用了它1/3，也就是我们节省了2/3的电力。以加州来算的话，它1年可以节省$10,000以上。这实际上的一个结果，像举窝过了1个月之后，它依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鲜度。像在 Costco，它的标准都已经超过了。还有像是切花、草莓、芒果、无花果，就各种菠菜、栗子，像鲷鱼，1个礼拜后你还可以生吃啊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在6个地点，超过10000立方米的空间，提供了这个仓储解决方案。然后在3个国家，我们提供了21个货柜。那来讲讲钱的投资报酬率。我们在菲律宾进行的这个 case study， 从 Banquet 到巴拉望，历时19天时间，我们降低了90% 的食物损耗。这90% 换算成它1.5吨的量，当时的采购价大概是2000亿美元。如果1个月我们就是运8次，每次的量是10吨的话，那这个业者1个月可以多赚利润10万美元。那 Cool Innovation 呢，可以在早期收割这些农作物，比如说台风来了，你先收起来，对吧？那就我们还可以保持它新鲜。在物流层面上呢，我们可以满载这些卡车，让效率最大化。再来就是终端用户呢，他可以享受又环保又快捷以及新鲜的产品。最后，我们还可以改变一个出口的模式，不要依靠去昂贵的空运，而是用海运来替代。我们目前的客户呢，大部分都是在这生鲜品相关的上游企业。那现在已经在跟一些食品加工、冷冻仓储以及远程地区在进行推广跟 POC。接下来会进军在各种空调的产业里面。由于现在的行业的结构跟我们资本的不足，我们目前的收入都是一次性的。接下来会逐渐往产品那边依靠。那目前的产品是冷藏、冷冻相关的仓储。接下来会进入在空调的部分。那我们是2020年成立，然后做了一些产品，但是今年2015年还没结束，我们的业绩已经做到了去年的3倍以上。然后当然有一些目标我们想要去达成的。那团队来说的话，我们的创始人本身之前在前川制造所，是首席工程师，拥有100项以上的专利。我本身是在新创跟大公司都有经验。那我们的高层呢是在日本的物流公司做总裁，他们的年收益大概是100亿以上。那我们在台湾、日本都有一些成果，像 SushiTech 或是去年的 Meet Taipei。那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啊？食物本身就像人体的血液一样，非常的关键重要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的损耗非常的大。
可惜这些损耗都可以换成钱，它的利益非常非常可观。不要再透过补贴去做这些浪费的事情。物流你要去运输这些东西，就像你的血管一样。但是呢，司机短缺的问题不是只有在日本，台湾也是一样。所以呢，物流效率的最大化，我相信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。最后，在 AI 的时代，能源或电力独立、能源独立其实是影响你国家未来的竞争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可以把这17% 的用在冷却上面的电力的其中一部分，比如说1/3好了，大概5-6%，转换到你需要的 AI 或半导体上面会怎么样？再加上在能源转换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有59% 的 loss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节省1单元的电力，你等于是节省了2.4单元的能源。台湾跟日本一样，就是岛国，你没有多余的能源可以，你都是要就是透过进口的。我们的维护跟导入成本比一般的要高，但是透过节能、保鲜跟效率提高，我们投资报酬率会比传统的设备要高非常的多。谢谢。非常感谢 Cool Innovation 的 Daniel。